海童笑着，我也是那样认为的。奶奶，可以的话，我会偷偷拍一下他们俩相处的视频给你瞧瞧。我在阳城这边也会仔细观察蓝小姐的。我想老七跟她是死对头，但还是说她人品不错，想必是不错的。好呀，多拍点他们俩相处的视频给我看，最好就是他们俩吵嘴时候的，看的才过瘾呢。老太太就喜欢看欢喜冤家的情侣。你打过电话给阿印了吗？还没有，我先和奶奶通了电话，再打给她，她在上班，忙呢。老太太笑道，那你赶紧打给她吧，免得等会儿又生气了。这小子一向大度，但是结了婚，为人夫为人妇后就变得小气了，爱吃醋，爱和孩子争风吃醋，哪怕是他最疼爱的宝贝女儿，也不能越过他在海童心里的位置。海童的注意力多放一点在孩子身上，战印就开始吃闷醋的说话带着酸气，能酸出几里路呢？老太太主动挂了电话，让海童可以打电话给战印。他老人家对于自己一手带大的孙子还是很了解的。战印还真的在生闷气，气老婆去了阳城那么久。好吧，海童是今天刚到阳城的，但除了下飞机时给他发了信息，告诉他们平安到达，到现在都没有给他打电话。他觉得老婆撇下他，带着一双儿女去阳城旅游，就是不爱他的表现，更爱一双儿女。都说女人当了妈妈后，重心就会落在孩子身上，很容易忽略了丈夫的。战印这么努力，不想让老婆的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，他自认很成功的，可是老婆一离开他身边，他就觉得海童还是更爱孩子。哎，当初就该杠住压力，过上2年的2人世界，再要孩子的。回想起海童当初一直没有怀孕，承受的心理压力，战印又将自己的话收回去。相较于2人世界的幸福，他更希望妻子能够快乐，而不是承受着不孕的压力。此刻在会议室里开会的战印有点心不在焉的，在他坐下左右两边的是战逸晨以及苏南，两个人察觉到他心不在焉，交换了一下眼神。不用问也能猜到是战印精神的定海神针出远门了，他惦记着呢。总裁夫人一直不来电话，苏南在心里腹诽，战印不会主动打电话过去吗？这个男人有时候倔强的也让人无语，明明可以自己主动的，偏要干等着。总裁夫人是出门旅游，怕是到了目的地，就带着2个孩子到处玩了，暂时还没有想到打电话给战总吧。大哥，战逸晨小声叫着战印，连续叫了2、3声，战印才回魂，看向他，那眼神锐利如冰刀，削得战逸晨都有点后悔自己叫喊大哥了。他是见大哥心不在焉。下面的人说了某个项目的方案后，大哥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让那人紧张的都冒冷汗了。战印很快就知道老二叫他是怎么回事，他示意那个在说着方案的人回座位坐下。他是有点心不在焉，对于这个项目方案是看过的，有印象，也认可，便点了点头，说道挺好的。那人悄悄地抹了一把冷汗，得到总裁一句说挺好的，他长长的吁了一口气。不知道总裁今天下午怎么回事，不像以前那样开会的时候专心致志的了。以往开会，战总都会要求大家将手机调静音或者关机，战总一般也不会看手机，今天下午却是将手机放在桌面上，也没有调静音，时不时就会翻看一下手机，似乎在等着谁的来电一样。他们又不敢过问半句，只能在心里猜测到底怎么回事了。000，这个时候战印的手机响了，他马上就拿起手机，看到是海童打来的，那负心不在焉的样子一下子消失不见，显得很开心的样子，还没有接听电话呢，嘴角先翘起来，带出了笑容。众人他们猜的果然没错，战总就是在等着谁的电话打进来，9成9是总裁夫人，只有总裁夫人才有这个本事能让战总心不在焉的。夫妻俩该不会是吵架了吧？然后战总就等着总裁夫人低头。不要啊，
总裁夫妻俩一旦闹矛盾、吵架、冷战什么的，他们就会跟着倒霉，总裁会使劲的折磨他们，让他们生不如死。奕晨，你主持一下会议，我出去接电话。战印不管大家怎么猜测的，他拿起手机，起身就走出了会议室。那副迫不及待的样子印证了大家的猜测，绝对是总裁夫人的来电。一出会议室，战印就赶紧接听电话了。老婆，他刻意叫的可怜兮兮的，委屈地道，你还记得你有个老公呀？我以为你出去玩，不记得自己有个老公还在家里的呢。海童在电话里听到他可怜兮兮的声音，扑哧的笑。战印快步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走到沙发前坐下，说他老婆，你还在笑，天知道我有多想你，你一出门我就想了，到了阳城就给我发了条信息，一直到现在才给我打电话，我等了那么久，你还笑我。海童边笑边哄着，好，我不笑你，是我不好，我没有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你，我想着你上班忙，不好打扰你办公的吗？见到了老七又带着我们去吃点心，然后发生了点事，遇到了老七的死对头，他们俩闹了一出，我看戏看的都忘了打电话，奶奶还有二婶千叮万嘱，叫我见到了老七就当面催婚，催他早点恋爱结婚。我不就多留心了，老七跟他那个死对头呀，有意思的，这种欢喜冤家的戏太精彩了，看得津津有味的，后悔当时没有拍视频。然后回了老七家里，我说住酒店的，老七不让，说我们过来了，他不招待我，回去会被你扒了皮，会被家里人骂死。为了他不被骂，我就带着孩子住老七家里了。之后打电话给奶奶，跟奶奶煲了一会儿电话粥，想着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闲一点了，就赶紧打电话给你。战印心里吃奶奶的醋，但不好说出来。奶奶在他前面接到海童的电话，也是应该的，那是老祖宗嘛，他都得让路的。宝贝听话吗？战印问道。老七有喜欢的人了，那奶奶能放心了。奶奶现在就操心他和老爸的人生大事。要我说呀，不用太操心，缘分来了，挡都挡不住的。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娶妻生子。海童呵呵两声，奶奶当初不逼你，你会娶我吗？怕是到现在还单着呢。战印嘿嘿的笑，说明我们的缘分到了呀。缘分到了，奶奶逼我，我才会娶你，要是缘分未到，奶奶逼上2年，我都不结婚。好吧，他说的也对，是他们俩的缘分到了。老七是有点意思的了，不过我看他们俩还不是很清楚自己的心意。老七可能会看清的快一点，蓝小姐就没有那么快吧。对了，老七的冤家是阳城蓝家的千金蓝若若。战印魂不在意的道，她姓什么？是哪家千金？与我无关，等到老七娶了她进门吧，是一家人了，我可以分2眼关注一下，毕竟成了一家人，总要记住人家长什么样，叫什么名字。海童说你是当大哥的，不操心操心弟弟，不用奶奶那么操心。老婆你也知道的，我一动心就爱上你，眼里心里只有你，其他女人与我无关，我怎么操心弟弟们的婚事？说实话，除了你，外面的女孩子我正眼都不看，真不知道谁好谁不好，你是长嫂的，就请你多担待一下了。老婆不要说别人吗？你去了那么久，想我吗？我可想死你了，你出了门我就魂不守舍，心不在焉的，刚刚在开会都神游太虚，惦记着你。海童失笑的道，我是今天才出门的，反正你不在我身边，我就惦记着你，工作都集中不了精神。老婆你是我的精神支柱，早点回来吧，老公想死你了。海童笑道，10天后再回去，要是2个孩子玩得太开心，不想太快回去，还会延迟几天。你先专心工作吗？把手里头的要紧事都处理完了，我们回去了，将2个孩子交给爸妈照顾。
咱俩去海边度假，过几天的两人世界。战印明白过两人世界的真正意思，满心欢喜，又觉得要等10天半月的时间太长了。老婆，你就不想我的吗？舍得10天半个月才回来，你想听真心话还是假话？战印，还是听假话吧。你的真心话肯定是不想我的，我想听假话，还能甜蜜甜蜜。想是想你的，不过出门玩的时候就顾着玩了，不会想你。只有闲下来时才会想一想你，还要照顾2个孩子，想你的时候就更少了。战印吃醋的道，就知道你爱孩子胜过爱我。老婆，咱们才是相伴过一生的，孩子养大了就离开咱们了，会有他们的小家。你要将我摆在第一位，不能让孩子超越我。战印，你羞不羞呀？那是你的孩子，你平时不也疼你的儿女？每天下班回来，进门先问贝贝呢，不是先问你老婆我呢？我可有吃味？这醋呀，别吃太多，酸的牙软了，影响你吃饭。战印笑，忍不住，就是喜欢和孩子们争风吃醋。他们不也和我这个当爸的争宠？每次我们想谈情说爱时，那2小只都往咱们中间横插而来，非要将咱俩分开一点。就是晚上我想和你亲热亲热，都得防着那2小只。以前防着宝宝，宝宝懂事了，又添了个贝贝，贝贝现在还跟着咱俩一起睡呢。等他再大一点，就让他自己一个房间。战印疼儿女，但想和老婆亲热时，有时候会被儿女打断，就是又气又无奈，抱怨自己给自己生了2个小情敌。海童又是呵呵2声，都不知道是谁说的。贝贝就是你的心肝宝贝，是你的命，现在又嫌弃贝贝了，让贝贝知道爸爸嫌弃他了，呵呵，1个月都不要你抱，馋死你。战印赶紧举白旗投降，老婆，我就是吐槽吐槽，又不是真的不喜欢贝贝，咱们就一个闺女，就是咱们的心肝宝贝。自从有了贝贝后，我是一点都不羡慕叶君博了。哈哈，我战印也有女儿了，我战家不再是和尚庙，多亏贝贝呀。妍妍都上小学了，漂亮可爱，成绩又好，人又懂事，叶君博压根儿不用羡慕你。君妍兄妹俩1岁的时候，海童生了宝宝的，现在宝宝6岁，君妍兄妹俩便7岁，已经上小学。小兄妹俩学习成绩都很好，不过7岁大也学了不少的特长。君妍的性子还是那般沉稳，她不是大姐，但在君家那一群孩子当中，她却有大姐大的架势，个个都宠她，听她的话。穆晴私下和海童说，以后接管风尘集团的人8成会是君妍，就一个闺女，穆晴真不愿意闺女接班的。海童只能安慰她，妍妍还小，离接班还远着呢。男孩子迟熟，等到叶瑶兄弟几个长大成人了，说不定就会比君妍更加的成熟稳重。重活累活当然让男孩子去挑了，接班人还是让他们男孩子去接吧。海童如今也有女儿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贝贝也会是战家这一代唯一的女儿。如果连堂兄弟一起排序的话，他是排在第8。他的哥哥们一个个都疼他，爱他，宠他，要星星不给月亮，要什么就给什么。以后他还会有不少堂弟们，估计堂弟们也会是疼他宠他的人。但海童从来没有想过让女儿以后当接班人，战家所有人也不想，不是他们重男轻女，也不是否定贝贝以后没有能力，而是心疼女儿。大家只想宠着贝贝长大，让她无忧无虑的做她喜欢的事，不必背负家族事业的重担。亲大哥是长子长孙，还有几个堂兄，他们就可以挑大梁，接管家族事业。